中國最不可思議的10個地方，第10名藏在千年山水畫裡，第3名讓好萊塢導演親自來抄作業，第1名站在那裡連呼吸都像是對神靈的冒犯。提起中國的風景，你腦海裡是不是立刻蹦出九寨溝、黃山，或者那片藍得不像話的納木叢？但你真的以為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藏得下這幾個名字嗎？在內蒙古的沙漠深處，有一片沙丘會唱歌，幾十個人同時滑下去，聲音大得像打雷。在新疆吐魯番，夏天地表溫度超過80度，雞蛋放在沙子裡10分鐘就能煎熟。在東北零下20度的江邊，整片森林一夜之間掛滿鑽石，風一吹，叮叮當當響。還有一個湖，當地人說裡面住着湖怪，幾十年來目擊報告不斷，至今没人能解釋清楚。這些地方不靠濾鏡，不靠炒作，卻能讓你站在那裡忘記眨眼。本期就帶你走進中國最震撼的10個奇觀，從會唱歌的沙漠到大地之母的腳下，一個比一個顛覆想象。第10名，桂林漓江。如果要選一個地方代表中國式的美，漓江一定在名單上。它不高不遠不張揚，沒有雪山的冷峻，沒有沙漠的蒼涼，卻美得讓人安靜下來。從桂林到陽朔83公里的水路，兩岸是長成各種形狀的喀斯特山峰，將水綠得像翡翠化成了液體。坐上竹筏漂流，全程票價大約220塊錢人民幣，卻能看到價值连城的風景。你站在竹筏上，看遠處的山一層疊一層，近的深，遠的淺，像有人在天地之间拉了一道水墨屏風。偶爾有漁翁撐着竹筏劃過，船頭站着幾隻鸕鶿，動作慢悠悠的，像從古畫裡走出來的人。當地人說，這種捕魚方式已經傳了上千年，現在虽然很少有人真靠這個吃飯了，但每天清晨和黄昏還是會有老漁翁出來給遊客表演一下祖輩的手藝。漓江最特別的是雨天，薄霧從江面上升起來，把山包起来，把船包起來，你看不清前面是什麼，但就是覺得美。那種美不是驚豔，是耐看，不是讓你拍照發朋友圈，是讓你放下手機發呆。古人写桂林山水甲天下，不是吹牛，是實話。有人說，漓江是中國人審美的原點，不濃烈，不張揚，留白比填滿更重要。你可能不知道，20塊錢人民幣背面的風景就是漓江邊上的興平古鎮。下次掏出紙幣的時候，可以仔細看看，那片山水真的存在。漓江1年4季都可以去，但老游客會告訴你，最好的時間是4到10月，那時候水量充足，竹筏飄得穩，雨霧天氣也多，能看到烟雨漓江最經典的樣子。第9名，內蒙古响沙灣。你聽說過會唱歌的沙漠嗎？在內蒙古鄂爾多斯的庫布齊沙漠裡，有一片金色的沙丘。當你從坡頂滑下去，腳下的沙子會發出低沉的嗡嗡聲，像遠處滾來的悶雷，又像幾百個和尚同時在念經。聲音不是一下子就停的，而是會在沙丘之間回盪，越滑越響，到最後整個人都被聲音包圍。這種聲音被稱為鳴沙，全世界只有少數幾個沙漠能發出来。科學家研究了很久，發現只有沙子足夠乾燥，顆粒大小足夠均匀，含水量低於一定比例的時候，摩擦才能產生共振。條件苛刻到什麼程度？下過一場雨，沙子就不唱了，要等好幾天太陽把水分蒸乾才能恢復。所以想去聽沙子唱歌，最好挑連續晴天的日子。古人解釋不了這種現象，於是有了很多傳說。有人說，這是沙漠裡埋着一支古代軍隊，幾千年前戰死在這裡，士兵的亡魂在沙下吶喊。有人說，沙丘底下住着一頭遠古巨獸，平時沉睡着，遊客滑下來的時候會驚擾它的睡眠，它發出的低吼就是這個聲音。還有人說，這是成吉思汗西征時留下的戰鼓聲，至今還在沙漠裡回響。傳說歸傳說，但當你真的從幾十米高的沙坡上滑下去，耳邊轟鳴聲四起的時候，那種感覺確實會讓你後背發涼。明明四周空曠無人，卻像有什麼東西在沙子底下回應你。如果是一群人同時滑下去，那聲音能大到像打雷，當地人管這叫沙漠交響樂。白天這裡是金色的海洋，沙丘連綿起伏，一眼望不到邊。傍晚夕陽把沙丘染成橘紅色，整片大地像燃燒的火焰。夜晚銀河橫跨天際，因為遠離城市光污染，這裡的星空亮得不像話。躺在沙丘上看星星，安靜的只剩下風聲和自己的心跳。響沙灣不只是一個會唱歌的沙漠，它是一整套感官的衝擊。去過的人都說，那個聲音會在腦子裡留很久，像是大自然專門為你演奏的一場音樂會。第8名，華山長空栈道，30厘米，這是長空栈道留給你的全部寬度，大概就是一隻成年人腳掌的長度。這條路掛在華山南峰的絕壁上，海拔超過2100米，腳下是看不見底的深淵，身後是90度垂直的岩壁，你唯一能抓住的只有釘在石頭裡的鐵鏈。
走這條路要先租一條安全綁帶，30塊錢繫在腰上，然後把自己掛在崖壁的鐵索上，面朝石壁，腳踩木板，一步一步橫着挪過去。華山自古以來就以險著稱，自古華山一條路說的就是這裡。在沒有索道的年代，想登頂只有一條羊腸小道，有些路段幾乎是垂直的世界，手脚並用才能爬上去。而長空栈道是這條險路上最讓人腿軟的一段。這條栈道是誰修的？說出來你可能不信，是一個700多年前的道士，名叫賀知真。他本來是個石匠，後來入了道教全真派，一個人跑到華山上，想找個清靜地方修行。为了讓其他道友也能上山，他花了幾十年時間，在绝壁上一個洞一個洞地凿，釘上石锭，鋪上木板，硬是修出了這條天路。據說他在華山上前後鑿了72個石洞，長空栈道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段。700年後的今天，這條路已經換成了鐵樁和更結實的木板，還加了安全繩，但走起來依然讓人心跳加速。每年有上萬人來挑戰，但真正走完全程的，據說不到1/3。有人走到一半就蹲下來不敢動，有人全程閉着眼睛靠工作人員拽過去，也有人走完之後說，那幾分鐘像過了一輩子。有意思的是，長空栈道的盡頭有一小塊平地，上面立着一塊牌子，寫着思過崖3個字。金庸迷應該不陌生，《笑傲江湖》裡華山派的思過崖，原型可能就是這裡。賀知真當年修這條路，就是為了到那塊平地上的石洞裡清修，遠離塵世。華山的險不是為了嚇人，古人相信，只有在命懸一線的時刻，人才能看清自己到底怕什么。長空栈道不是一個遊樂項目，它更像一場關於勇氣的考試，走過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和來之前不太一樣。第7名，張掖七彩丹霞。如果大地是一塊畫布，張掖丹霞就是上帝打翻的顏料盤。這片位於甘肅的山脈，整座山都是彩色的，不是一點點顏色點綴，是整座山、整片山脈，從紅到橙到黃到灰到白，像用刷子一層一層刷上去的。遠遠望去，像一條條彩色的絲帶鋪在大地上，又像流動的岩漿凝固在了某個瞬間。第一次看到的人幾乎都會愣住，因為這顏色太不真實了，像是被人 P 過的。這些顏色是怎麼來的？要從2000多萬年前說起。那時候這裡還是一片湖泊和河流，不同時期的泥沙沉積下來，還有不同的礦物質。紅色是鐵被氧化後的結果，黃色是硫化物，灰白色是石膏和石英。後來地殼抬升，湖水退去，這些沉積層被擠壓、扭曲、抬高，露出了地面。再經過幾百萬年的風吹雨打，軟的部分被沖走，硬的留下來，就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。張掖丹霞的面積超過500平方公里，是中國最大的丹霞地貌之一。2011年被評為中國最美7大丹霞之一。整個景區有好幾個觀景台，每個角度看到的顏色都不一樣。當地人會告訴你，最佳觀賞時間是清晨和傍晚。日出的時候，陽光從低角度照過來，山體的顏色會從暗紅慢慢變成金紅，像被點燃了一樣。日落時分，光線再次變柔，顏色又會沉下去，變成深沉的暗橘色。同一座山，早上和傍晚看完全是兩幅畫。雨後的丹霞更絕，水分會讓礦物質的顏色變得更飽和，整座山像被人重新上了一遍色，濃烈的不像真的。但雨後的窗口期很短，太陽一出來，水分蒸發，顏色又會變淡，所以能看到雨後丹霞的人都覺得自己運氣好。站在觀景台上往下看，你會覺得地球根本不應該長這樣。這不是風景，是大自然用2000萬年畫的一幅畫，而你剛好站在畫框邊上。第6名，黑龍江霧凇島。如果說張掖丹霞是大地燃燒的顏色，那麼東北的霧凇就是冬天凝固的呼吸。每年12月到2月，在黑龍江和吉林的松花江沿岸，氣溫會降到-20度甚至更低，江水溫度比空氣高，水汽蒸騰上來，遇到冰冷的樹脂，瞬間就凝結成霜。一夜之間，整片森林都會被包裹在白色的冰晶裡，像掛滿了鑽石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當地人管這叫樹掛，學名叫霧凇。形成條件非常苛刻，空氣溫度要低於-20度，江水溫度要高於0度，還得有足夠的水汽，風不能太大。這幾個條件同時滿足，才能掛出厚實好看的霧凇。厚的時候，冰晶能有10幾厘米，整棵樹都變成白色的，像童話故事裡的場景。但霧凇這東西看運氣，有時候等了好幾天都等不到，有時候一覺醒來發現整個世界都變了樣。當地人說，能看到是緣分，看不到是常態。很多攝影師專程去拍霧凇，在江邊守好幾天，就為了等那一個早晨。霧凇最美的時刻是清晨，大概早上6、7點的時候，太陽剛升起來，光線透過冰晶，整片樹林都在閃光，像有人在枝頭撒了一把碎鑽。
走在林子裡，腳下是咯吱咯吱的積雪，頭頂是叮叮當當輕響的冰掛，呼出的每一口氣都變成白色的霧，那種感覺像走進了一個被凍住的夢。但霧凇也是最脆弱的風景，太陽升高之後，溫度上來，冰晶就開始融化，嘩啦嘩啦往下掉，像下了一場碎冰雨。到中午的時候，很多霧凇就已經化了大半，所以想看最完整的霧凇，一定要起早，越早越好。全球範圍內能形成這麼大面積、這麼厚的霧凇的地方屈指可數。吉林霧凇和桂林山水、雲南石林、長江三峽並稱為中國4大自然奇觀，而霧凇島是看霧凇最好的地方之一。零下20-30度的天氣，凍得臉疼，但看到那片銀色森林的時候，你會覺得值了。第5名，吐魯番火焰山。從零下20度的冰雪世界，我們直接跳到地表溫度超過80度的火焰山。火焰山位於新疆吐魯番盆地，是中国夏季最热的地方，没有之一。這裡的山體是赤紅色的砂岩，在烈日下反射出刺眼的光，遠遠望去像整座山都在燃燒。每年7、8月份，地表溫度最高能超過80度。曾經有游客在景区門口做實驗，把雞蛋埋進沙子裡，10來分鐘真的煎熟了。但真正讓火焰山與眾不同的，不只是熱，而是它的地理位置。吐魯番盆地是中國海拔最低的內陸盆地，最低點爱丁湖比海平面還低154米，是世界第2低的地方，僅次於死海。海拔低意味着空氣被壓住了，熱量散不出去，就像一個天然的大蒸籠。夏天最熱的時候，高溫能持續70多天，走在外面幾分鐘就會滿頭大汗。當地人開玩笑說，出門5分鐘，流汗2小時。《西遊記》裡唐僧取經路過火焰山的故事原型就是這裡。小說裡寫孫悟空借芭蕉扇滅火，現實中的火焰山當然沒有火，但那種炙熱感確實會讓人覺得這地方不太適合人類生存。景區裡有一根巨大的溫度計造型的雕塑，專門用來顯示地表溫度，是遊客打卡的熱門景點。神奇的是，這片看起來寸草不生的土地，周邊卻是著名的葡萄產區。吐魯番的葡萄全國聞名，含糖量極高，甜得發膩。為什麼？因為這裡白天熱，晚上涼，溫差大，葡萄積累的糖分特別多。火焰山的腳下就藏着綠洲和果園，有一條著名的葡萄溝。夏天去的話，可以在葡萄架下乘涼，吃着甜得不像話的葡萄，感受冰火2重天。傍晚是看火焰山最好的時間，夕陽把本就赤紅的山體染成更深的橘紅色，熱浪在山谷間翻滾，像真的有火焰在岩石裡跳动。那個時候你会明白，為什麼古人會覺得這座山是被火燒的。第4名，喀納斯湖。如果給中國的湖泊辦一場選美比賽，喀納斯一定是最神秘的那一個。喀納斯位於新疆阿勒泰的深山裡，是中國最深的高山湖泊之一，最深處接近190米。湖水的顏色會隨着季節和光線變化，春天是淺綠，夏天是翡翠色，秋天變成深邃的古藍，冬天結冰後泛着幽藍的光。喀納斯是蒙古語，意思就是美麗而神秘的湖。據說是成吉思汗西征時路過這裡，被眼前的景色驚呆了，隨口起的名字。但讓喀納斯真正出名的不只是顏色，而是湖怪的傳說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，就不斷有人聲稱在湖裡看到了巨大的不明生物，有人說是10幾米長的黑影，有人說看到了露出水面的脊背，還有人拍下了模糊的照片和視頻。1985年，新疆大學的教授带队考察，拍到了疑似巨型紅魚的照片，引起轟動。2003年中俄邊境地震之後，管理局的人員又看到了長度超過10米的巨大生物跃出水面。2005年，一艘游艇上的游客看到200米外的水面激起1米多高的浪花，然後有2個巨大的黑影從水底衝出來，向湖心方向游去。这些目擊事件越來越多，喀納斯湖怪成了中國版的尼斯湖水怪。科學家們研究了很久，主流的解釋是湖裡可能有一種叫折羅龜的大型冷水魚，最大能長到2米以上，繁殖季節身體会变成紅褐色，所以被叫做大紅魚。但這個說法無法解釋那些10幾米長黑影的目擊報告，於是湖怪的傳說一直流傳到現在。當地的圖瓦人世代生活在湖邊，他們相信湖裡住着神靈，所以從不在湖裡捕魚。他們說湖怪是湖神的化身，偶爾露面是在巡視自己的領地，人類不應該打擾他。拋開湖怪不談，喀納斯的秋天是真的美。9月底10月初，湖邊的白桦林和落葉松全部變成金黃色，倒映在藍綠色的湖水裡，整個畫面像被調高了飽和度。清晨的薄霧從湖面升起，把遠處的雪山和近處的森林都籠在一層紗裡。有人形容那是神仙住的地方。湖區有3個著名的彎道：月亮灣、臥龍灣、神仙灣，每一個名字都帶着點神秘色彩。喀納斯不是一個讓你拍完照就走的景點，
它是那種你想待上3-5天，看看日出日落，听听当地人講故事的地方。第3名，張家界。如果說喀納斯的神秘來自傳說，那張家界的震撼就是直接拍在你臉上的。3000多根石柱從地面拔起，直插雲天，最高的超過300米。它們不是連成一片的山脈，而是一根一根獨立的石柱，像有人在大地上插了幾千根筷子。雲霧從山谷裡升起來的時候，這些石柱若隱若現，像懸浮在空中。很多第一次来的人都會問，這是真的嗎？不是電腦做的嗎？不是，不僅是真的，還被好萊塢導演看中了。2009年，詹姆斯·卡梅隆拍《阿凡達》，電影裡潘多拉星球的懸浮山，靈感就來自張家界。卡梅隆的團隊專程來這裡採風，把張家界的山搬進了電影裡。電影上映之後，張家界直接把其中一根石柱改名為哈利路亞山，就是電影裡懸浮山的名字。從那以後，張家界在全世界火了，尤其是在韓國，張家界簡直是神一樣的存在。數據顯示，每4個來中國旅遊的韓國人就有1個會去張家界。2024年1季度，張家界接待的入境遊客裡，韓國遊客佔了40%以上。韓國人有多愛張家界？他們有一句話：人生不到張家界，100歲豈能成老翁？孝敬父母的方式之一，就是送他們去張家界旅遊。為什麼韓國人這麼喜歡呢？一是《阿凡達》的影響，2是韓國人愛爬山，但張家界的索道和電梯修得非常好，老年人也能輕鬆上去。張家界有一部百龍天梯，建在懸崖上，垂直高度326米，是世界上最高的戶外觀光電梯，66秒就能從山谷到山頂。電梯門一開，幾千根石柱同時出現在眼前，那種視觉衝擊力很难用語言形容。張家界的石柱是石英砂岩，這種岩石本身很硬，不容易被侵蚀，但偏偏這裡的地質條件特殊，1萬年的流水和風化，硬是把整片山脈切割成了現在這個樣子。科學家說，這種大規模的石英砂岩風林地貌，全世界只有張家界有，所以被命名為張家界地貌，寫進了地質學教科書。雨後初晴的張家界最美，雲海在石柱之間翻湧，陽光從雲縫裡穿下來，打在石壁上，整個畫面像科幻電影的特效場景。但它是真的，不需要任何後期處理。難怪卡梅隆看了之後說，我找到了潘多拉星球。張家界不只是中國的名片，它也是地球的名片。第2名，九寨溝。如果張家界是石頭的奇蹟，九寨溝就是水的盛典。這裡有118個高山湖泊，當地藏民叫它們海子，每一個海子的顏色都不一樣，有的是翡翠綠，有的是孔雀藍，有的是宝石藍，還有的藍綠交織，像打翻了好幾種顏料混在一起。這些顏色不是 P 出來的，是真實存在的，而且会隨着光線和季節變化。同一個湖，早上和下午看都不一樣。九寨溝的水清澈到什麼程度？湖底20-30米深的沉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像被封存在水晶裡一樣。為什麼這麼清？因為湖水裡鈣化物含量高，這種物質會吸附水中的雜質，讓水變得特別透明。水太清，陽光可以直接照到湖底，不同深度的水折射出不同的顏色，所以才有了這種魔幻的視覺效果。最出名的五花海被稱為九寨溝的靈魂，湖水呈現出黃、綠、藍3種顏色，邊界清晰卻又自然過渡，像有人用畫筆一筆一筆暈染出來的。科學家解釋說，這是因為湖底生長着不同的藻類和沉積物，但這種解釋在你親眼看到的時候會變得毫無意義，你只會覺得這不像地球上的東西。除了湖泊，九寨溝還有瀑布群。諾日朗瀑布寬270多米，是中國最寬的瀑布之一，水從幾十米高的鈣化岩壁上傾瀉下來，像一面流動的水晶簾子。張藝謀的電影《英雄》在這裡取過景，2個人在瀑布前對決的場景就是在諾日朗拍的，那個畫面太經典了，很多人專门來這裡打卡。九寨溝的秋天最美，也是人最多的時候，9月底到11月初，漫山遍野的彩林變色，紅的、黃的、綠的、橙的，倒映在湖水裡，河水的冷色調撞在一起，濃烈卻不俗氣。當地人說，九寨歸來不看水，不是誇張，是實話。看過九寨溝的水，別的地方的水真的會覺得少了點什麼。2017年，九寨溝發生過一次7級地震，很多人擔心它會被毀掉，但大自然的修復能力超乎想象。現在九寨溝已經重新開放，那些海子依然藍得不像話，瀑布依然在流，只是多了一些地震留下的痕跡，像是大自然給自己畫的傷疤。有人說，九寨溝是天堂遗落在人間的碎片，走進去之後你會覺得這個說法可能還保守了。它不只是美麗那麼簡單，它是一首靜靜流淌的詩，是你不願醒來的夢境。第1名，珠穆朗瑪峰。當我們說完所有的山水湖泊、沙漠冰雪，最後站在你面前的是地球的最高點，
珠穆朗瑪峰海拔8848.86米，藏語的意思是大地之母。它矗立在中國和尼泊爾的邊境線上，是喜馬拉雅山脈的主峰，也是每一個仰望天空的人心中的終極坐標。這個高度是2020年中國和尼泊爾聯合測量的結果，精確到了厘米。在這之前，不同國家測出的數據略有差異，為了這幾厘米的爭論持續了好幾十年。從遠處看，珠峰像一座完美的金字塔，終年積雪，山頂常年被雲霧環繞。藏族人相信珠峰是神靈居住的地方，普通人不應該輕易打擾。但當你真正站在它腳下，你會發現所有的形容詞都是蒼白的。那種巨大不是用眼睛能夠丈量的，而是從骨頭縫裡感受到的壓迫感。你会突然意識到，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渺小。每年都有幾百人嘗試登頂珠峰，但能成功的只是少數。登山季節只有春秋兩季的幾周窗口期，其他時间風雪太大，根本不可能攀登。缺氧、极寒、暴風雪，任何一個因素都可能致命。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被稱為死亡地帶，空氣中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地的1/3，人的身體机能会急剧下降。有人倾盡所有準備了好幾年，最後在距離頂峰只有幾百米的地方被迫下撤，因為天气突变，再往上走就是送命。但更多的人不是為了登頂而來，他們來到珠峰大本營只是為了看一眼。大本營的海拔大約5200米，普通人坐車就能到達。凌晨4、5點的時候，第一縷陽光從東邊升起來，照在珠峰的頂端，積雪從灰白色變成金紅色，像有人在山頂點了一盞燈。那個場景叫日照金山，看過的人說，那幾分鐘會覺得時間停止了，整個世界只剩下那座山和你。珠峰腳下的容布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廟，海拔5100多米。僧人們在這裡生活了幾百年，每天面对着這座大山诵經。對他們來說，珠峰不是一座需要征服的山，而是需要敬畏的神。寺廟很小很簡陋，但站在寺廟門口看珠峰，那個角度是最好的，沒有任何遮擋，整座山完整地呈現在你面前。有人問，為什麼要把珠峰排在第一？九寨溝那麼美，張家界那麼震撼，他們不行嗎？我想說的是，珠峰不只是一個景點，它是一種精神。那些來这裡的人不一定都要登頂，但他們都想離天空更近一點，想看看地球的極限在哪裡，想感受一下站在世界最高處是什麼感覺。登頂不是必須的，凝望就已經足夠。當你站在珠峰腳下，呼吸着稀薄的空氣，仰望那座被陽光染成金色的山頂，你會突然明白什麼叫做渺小，什麼叫做敬畏。在他面前，所有人類的喧囂都被抹平，只剩下天地之間最本質的對話。珠穆朗瑪峰不只是高，它是萬物仰望的坐標，是所有風景的終點，也是每一個旅人心中永恆的起點。從煙雨漓江到世界之巔，從會唱歌的沙漠到水的聖殿，這10個地方，每一個都是大自然寫給地球的情書。有的讓你屏住呼吸，有的讓你忘記時間，有的讓你懷疑自己到底站在哪顆星球上。他們不需要濾鏡，不需要修圖，卻能讓你看一眼就記一輩子。中國這片土地藏着太多我們還不知道的風景。這一期只選了10個，但還有無數個正在等着被發現。這10個地方，如果這輩子只能去一個，你會選哪個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選擇，也可以分享你去過的中國絕美風景。如果喜歡這期內容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眼見中國，你的支持是我們繼續做下去的最大動力。我們下期再見。